在生活中，我是一个好妈妈，保持最佳状态。我更重视健康和保养。五洲鲜衣是药厂直接把关，我相信它，更采用国际大厂原料，工厂直营，品质优先，价格实在。聪明选，安心吃，内向上网单的底价卡点位0800525959，我爱五洲，五洲爱金考五洲鲜衣。Dua, i Tagaraw Sipe, Tanutina Pawanzuko, Tanda Tongya na dua, Tala Padangaran na dua, Tagado Tajua。在原住民日，我们来到山来跟他致谢，也希望我们的祖灵让台湾原住民在台湾都能够平安的生活。3092。阿嬷随时会想到我。我在台中银行办事情啊。你有登来台中哦？台北的台中银行啊。可是我没有办法随时回应他。请我继续。我无闲，身体嘛是爱顾。我知道这一份互相的关心随时都在。台中银行。
无时无刻，永信药品总是在乎您的健康，生产药品、保健品陪伴您超过70个年头，超过100亿颗药锭照护您的健康，更承诺在未来的每一刻，全方位守护你的健康生活。永信药品。しみる。开始就挺热血的，刚刚好的电解质，解身体的壳，不咖喱水的，宝矿力水的。完美的面包，谁打龙年药？是红酥软 Q 药，是完美口感药，是要全神贯注。你是在捏面团还是在捏面人？玛丽汉 Plus， 提升专注力、续航力，把台湾人的精气神都给我提起来！维士比玛丽汉 Plus， 好吃到上天堂。你说什么？到20日，世界目光将注视屏东大鹏湾2025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让我们一起见证沙排魅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我们的频道，一起来欣赏2025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今天来到赛会的第3天，我们持续在大鹏湾要来进行的是淘汰赛的阶段。那今天首先为大家送上的是8强的女子组，那是由澳洲的 Johnson 跟阿雪的搭档呢，要来面对的是万纳度的 Lawak 以及 Toko。我们看到在这2天呢，因为在台湾的南部呢有台风经过，所以天气稍微不稳定，但是气温呢虽然不错哦。今天的气温呢是27度，那相对湿度来到87%，那有可能有一点点小雨。我想在小雨的情况之下是不影响赛事的进行，让选手也能够在比较凉爽的气候下来进行今天的比赛。好的，那在今天我们在上午的比赛的部分呢，将是由我李秉庆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评顾乃涵来为您服务。乃涵老师你好。你好，主播好，大家好。是，那当然我们老师看着这个比赛已经来到第3天了。那当然比较可惜的是，这次台湾选手没有办法有机会进入到8强。那当然对于台湾选手来讲，我想增加比赛的经验是这个来参与的最主要的目的。没错。那当然，过去老师您在这个不管在世巡在亚巡的表现都非常好。那当时在2020年，其实在世巡也拿了几块金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让台湾的这个沙滩排球的运动好像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冲不过去，对不对？熄火，对，有点熄火。不过我想近年来我们的排球协会不断的在举办比赛，包括不管在屏东啊，或者是现在屏东，那过去在桃园、在澎湖，我想也吸引越来越多的这个喜好排球的这个人口。对，没错。那老师看一下，您回顾一下这几天台湾选手，您觉得表现你有印象的，或者是我们这次能够收获的经验在哪边？我觉得
也先感谢协会，就是能让选手们有出赛的这个机会。那选手们其实也很珍惜。然后我觉得，因为选手毕竟训练时间他们都是已经在工作了，所以他们都是临时集训，对培训跟训练稍微短了一点，所以有一些像对风的适应，对，然后天气炎热，然后难免都会有影响。对。好，所以我想，因为在这几天，等于是大家好像过了一个四季啊，第一天超热，昨天又突然这个下午下大雨，对，所以对于选手来讲，在气候上面是一大考验。但是今天天公作美，原本以为有可能因为下大雨的关系会导致赛事有所延误，但是我们今天早上虽然还有一点点雨势啊，但是天空看起来不是那么样的这个阴霾哦，所以有露出一点阳光哦，让选手们能够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之下呢，完成今天第3天8强的比赛。那今天的8强比赛，刚刚提到是来自澳洲的大会头号种子江森跟 Archie 的搭档，要来面对大会的7号种子来自万纳度的 Lawak 跟 Poco。场边马上要进行球员的介绍。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欢迎莅临屏东青洲湾沙滩排球场，观赏2025年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编号第59场次比赛，由澳洲队出战万纳度队。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2025 ABC Taichung Bank Beach Tour Pingdong Open Match Number 59, Australia vs Vanuatu。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 pres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eferees。第一裁判 ，the first referee is Mr. 谢天华 from Chinese Taipei， 来自中华台北。第二裁判 ，the second referee is Mr. 胡怡满 from Chinese Taipei， 来自中华台北。为您介绍双方球队阵容 presentation of the players。澳洲队 Team Australia Number 1。Elizabeth Ochin. Number 2, Georgia Johnson. 接下来为您介绍万纳度队 Team Vanuatu. Number 1, Toko Sherrison. Number 2, Lawak Majabela.好，在球员跟裁判介绍过后呢，本场8强大战马上就要展开。那帮大家科普一下万纳度，万纳度其实是在南太平洋的岛国哦，他们的国家有83个岛屿，那就在澳洲的旁边。那人口呢大概是32万人，那面积呢大概是1.4万平方公里。好，那我们看到由万纳度率先来发球。好，第一球在界外。那当然，在澳洲部分呢，他们是大会的头号种子，在 ABC 的这个亚巡赛的部分呢，是拿了2站的第3名啊，在越南跟菲律宾。另外在平潭站，他们是拿到了第5名哦，所以整个积分的部分当然是累积很多哦，所以也让他们是成为大会的头号种子。那在万纳度的这2位选手，这个拉瓦跟 Toko 的部分呢，他们在太平洋的迷你运动会呢是拿下了一面金牌。另外 Toko 28岁的年纪啊，比较有经验，也曾经拿下过2022年这个英联邦运动会在沙排部分的铜牌。我们看到这一球啊，直接过不了，被压了回去了。比数目前2-1，由澳洲领先。好，打吊球，好球，好球。那其实澳洲的江森跟 Archie 啊都是老面孔啊，去年也都在桃园有好的成绩。那江森去年是跟这个 Fayez 的搭档在桃园拿下金牌，对。那 Archie 呢，去年在桃园是拿下了第3名哦，所以他们今年是等于是拆搭哦。待会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组澳洲的这个选手登场。对，其实他们澳洲还每一年有时候就是会交换选手，男生女生都一样。对。那其实万纳度这2位选手也来过台湾，在澎湖站，在前年的澎湖他们有来。哇，这次的强攻虽然有擦网但是有 touch 直接出界，所以澳洲拿下了分数。
那赛前我也跟万纳度的教练小聊了一下啊，万纳度教练他说他来台湾3次了，那会一点点的中文。那打沙排他说他打了16年了，那现在当然来担任教练。那他认为万纳度这一次来到台湾最重要目标是争取积分，他们想要获得这个世锦赛的资格哦，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打好的成绩。好，那目前来到7分，所以要换边，目前暂时有万纳度4比3领先了澳洲。那万纳度这2位选手，一位这个 Toko 今年28岁，但是成绩但经验是更好。那画面上看到的就是 Toko， 哦，可惜发球出界。其实万纳度的选手身高其实不高，但是他们呢有时候在世巡赛或者是亚巡赛可以脱颖而出，是他们有强力的爆发力跟他们的敏捷。哇，这个发球做软的，好，这是澳洲 Chance Ball， 哇，直接强攻。那万纳度2位选手真的身高不是特别突出，我查了一下资料，大概一位是170公分，一位大概是175公分。对。好，目前5比4。好，发球破坏。球。哇，漂亮的扑救，还有进攻机会，哇，直接喷掉了，可惜。那澳洲的这一波防守反击啊，做得非常的好。对。防守早就有预判到，对。哇，而且在互相搭配救球的部分呢，当然也造成万纳度的压力。比数6比4。好，打掉球，好球。那我们知道沙排很着重的就是球员在手腕上的运用，跟我们一般认知的室内排球有点不太一样。对。乃涵老师可以帮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其实，在室内排球，我觉得他助跑起跳，然后攻击是流畅度。那在沙排的时候，他必须因为只有2个人，所以有时候他起跳的时候，可能他可以选择强扣，可是他也是要用力跳，在空中停留，核心的支撑是去转换第2时间或第3时间的出手。对。那有时候在沙排这个手腕的运用啊，突然打得非常非常的开啊，或者是打短的、打吊的，对甚至这种秋楼的变化会是沙排的重点。哇，这一球可惜了，弹网之后呢，没有要到分数。这边就是在做这个手腕上的运用啊，这个力量的这个释放。对，做一个切扣，可惜没有那么 lucky。这个发球还是长。好，现在比数形成了6比8，双方再换边。万纳度暂时2分落后给澳洲1队。那澳洲1队是大会的头号种子，他们在今年2战拿下了第3名，那在平坛拿下第5。好，由万纳度来发球。好球，有好的接发，再做搭配。好，这次的进攻呢就相当的干净利落。我们再看一遍，哇，打在边线的位置，算一个拍打式。好，这边修正一下，好拦到，球得要直接打了。好，两边现在做一个攻防的交换。啊，可惜。对。万纳度这一边，第一个这个修正球比较开，所以在起跳的时候核心没有撑好，他又想要打比较边角的时候，其实很细腻也很刁钻，但失误率有时候就会比较高。对场边喊出了 time out， 有时候我们可能先顾进。如果说你在身体比较不平衡，或刚刚乃涵老师讲的，你位置比较不理想的情况下，还想要打更刁钻的这个球路，可能就发生失误了。对。所以当然这也是选手的经验，还有他们当时在场上自己的判断。对。其实现在我觉得澳洲他的一波进攻其实还蛮流畅的，反而是万纳度在接球这部分可能没有接到理想的举球区，所以在做很多攻击几乎都是比较开网的修正球。
好，澳洲的发球，10比6，哎，发球挂网，直接送分了。好，发球的是2号拉瓦。一样的落点。对，哇，这个落点，澳洲应该是做了很多的尝试哦，而且都有把分数给收下。好，强力的跳发。拦回去，但是界外，可惜了啊，可惜没有压下去哦。哦，结果等于是拦网的时候呢，喷到了界外。我们再看这个镜头啊，这个手没有压下去。对。哎，但是澳洲在进攻部分 OK， 但是在发球以及是连续2次的发球都送分了。对。好，那现在来到21分，得要再换边。哦，但对于选手来讲，现在又开始出太阳了。对。哦，这些在屏东的天气啊，确实让这个选手来讲会在适应力上面要快一点。那万纳度的教练是说，其实，在台湾的天气跟他们在自己国家是很像，就是比较湿，那又常下雨。哦，因为万纳度是这个海岛国家，那他们又是在南太平洋，所以其实他们台风很多。所以对于台湾的天气，他们是相对比较适应的。他说，很像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打球一样，就是有时候出太阳，有时候又下雨。他们之前这些教练当选手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已经有小朋友了，就是真的对小孩了，对。哦，都是妈妈球员。对。哇，这球吞回去。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镜头，哇，直接吞下去，并没有拦过网。好，所以澳洲在进攻的把握度部分呢，目前表现得相当不错。哇，发球又有破坏。好，修正一下，吊球有了。有时候像在室内的时候，可能比较靠，我们就会选择打他只要，或者是硬打，或者是吊球。像其实，在沙滩的时候，就像刚刚看到的，就跟室内吊球一样，靠网拉高点去做拦网后面的对进攻。哦，所以沙排跟室内排球哦，在整个观念上面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对。哦，在战术上面，当然，我们提到手腕的运用又更灵活了。对。哦，刚刚发球直接得分，来到10比14。好的拦网，打，直接再救回来。哇，澳洲也非常的有韧性，在防守的部分。还有一波，还有，好，轮到澳洲的进攻，哇，突破了拦网，从2只手的当中啊，直接破门而入了。哇，这一次的攻防非常的精彩哦。对。比较可惜的是万纳度没有办法持续得分啊，给澳洲更多压力。解发，好打长，好球，好位置站得不错。来看万纳度这一波，有了，好球。哦，刚刚是拉瓦，哦，直接的重扣。我们再看一遍。在沙滩上比较跟室内不一样，就是它的垂直跳，助跑之后的垂直要比较多，才不会往前飞，然后滑沙。刚刚万纳度的发球失误啊，可惜了。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发球失误啊，会比较伤。目前16比11。开网打长。好，现在来到了7的倍数啊，所以两边要再交换场地。
万纳度的2号啊，拉瓦当然是比较年轻，23岁，身高也比队友Toko高一些。好，绕出来之后的杀球，好球，直接压往上球。那比分已经稍微被澳洲拉开来了，对，18比11。哇，发球轻了，好像在靠近海的那一边的发球，大家的失误率都有点偏高。没错，刚刚万纳度也是。对。哦，但这有时候风向哦，有稍微有一点点关系。对。哇，结果这边顺风。没有掌控好。对。哇，一边顺风一边逆风啊，所以一颗球是短，一颗球是长。对。来看澳洲这时候发球是不是来做一点点修正？不过已经要接近第1局的后段，哇，直接强发，但是打在了网带上。刚刚发球的是江森啊。哎，接发不到位，万纳度再添1分，接太快了。14比19，哇，真的是大顺风。真的，现在大家的发球失误率都比较偏高。啊，因为这2天呢，台湾南部有台风经过哦，所以在气候上是比较不稳定。那当然考验选手的适应能力。来到 set point， 好球！好球！这个手腕的变化，哇，很有突然性哦。我们再从慢动作看一遍，来欣赏这个手腕的运用。目前15比20，依旧是澳洲的局点啊，但是万纳度刚刚在这一侧的发球有一点点惊险，啊，这时候要更谨慎、更小心。拉瓦，啊，发得不错，突破，哇，直接8哦，所以有touch的情况之下呢，这一分还是由澳洲队拿下，在第1局就是由澳洲21比15胜出，目前暂时1比0领先的万纳度。Australia won。在这一场女子组的8强大战，澳洲跟万纳度呢，双方在第1局，其实在前半段呢，在分数上是互有来回啊。不过从第1局的后半段呢，我们看到澳洲逐渐掌握的优势，尤其在进攻的把握度部分啊，比万纳度来得更加出色。不过因为天气的影响，两边在发球的部分呢失误都比较多。那到了第2局，如果看哪一边的发球能够更稳定一点点，也许这是一个优势。那老师怎么看万纳度在第2局能够掌握什么样的机会，将这个战局延长？我觉得首先就是他们的接发球，因为接发球他们现在就比较没有办法送到位。其实他有送到位，他们在做攻击的选择点都是就像刚刚那些小球跟强扣都很漂亮，只是他们在接发球的节奏可能要放慢一点，先把1做好。对 ，OK。好，阿曲的发球，哇，真的在海的这一侧都会发不够。对。好，轮到 Toko， 好球！哇，没有压过去。对。哇，可惜起跳的时机抓得非常不错。对，起跳的时机跟起跳的高度。对。哇，是有机会啊，直接拦网成功的，可惜是一个 touch out， 1比1。这个可以，好球，吊球，打得更加灵活啊，万纳度。对，如果他的接球有送到差不多离网1公尺那边，再做举球进攻会比较流畅。哦，是。对。
所以最重要还是刚刚南海老师有特别提醒，你的接发球有到位，其实你的选择就多了。对，好球！这次这起跳点还是抓得很好，退防之后，哇，直接打在了网袋上。哦，万纳度在第二局不太一样哦，目前3-1领先的大会头号种子澳洲一队。哇！直接打，好球好球！如果直接突破就打了，就是如果我们的发球都是发在像澳洲他们都会有个特色，如果你在发在我的正中间，那其实我就可以做突破的选择。好，垫高之后打吊球守住，还是没有办法直接压过去。对。哦，刚刚是阿曲的进攻，他其实跳得很高，但是他的手只有伸在自己的范围，他没有往前。OK， 对，就是要有压回去的感觉。好，阿曲的发球，3-3。好球，举球。哇，修正过后呢，这一球让拉瓦直接打一个斜线的短球，稍微轻轻的摸一下，扣一下。好，现在4-3，双方换边，轮到的是万纳度的发球，又在海的这一侧了。球要抛好。对，球要抛好。在海的这一侧确实在发球上面要特别当心。好球，过网击坠。好球，退防长了。所以澳洲这一边反而在顺风位所以在进攻的部分也是在力道掌握上面要特别当心。对。他拦网其实有调整，想要去延伸，结果可惜触网了。不过他的这个拦网的起跳时机，我觉得都抓得蛮好的。对。好，目前4-5。好球！好，澳洲的机会来了，成功的防守压回去。南海老师就有说了，他已经在做修正了，这时候就应验给大家看。真的压回去了。所以选手们真的自己都知道场上的一个状况，那也很该做调整。但这一次的防守成功，应该会带给万纳度更多信心。好，接发球来了这些万纳度没有第一时间掌握，来看其实接的比较长。熬不？好塞。好，直接出了边线，7-5。哇，这次的进攻干净利落，还是斜线啊？对，阿曲，我们再看一下。球，在后面的补防来了，好球，没注意到，反而让澳洲直接压回去。很好，现在比数形成7-7了。这搭配真的很好。对，哇，澳洲的默契真好。那从原本2分落后，现在追平，双方再换边。Johnson 持续要来发球。好，Johnson的没过。对。来看一下拉瓦，这球点得太轻了。起跳的时候身体太往前。好，
好，勉强带过去，万纳度的机会，来看如何设计这一波，直接2波，球，突破，掌握住了。好，来看这一球勉强带过去之后呢，万纳度就选择突破，趁对方还没有站稳脚步的时候呢，直接强攻，8比8。哇，这一球界内，这个印子很明显。对，在沙排上面，这个球印呢骗不了人的。哇哦！好，这个位置真的，澳洲打的是得心应手。我们已经多次看到他们这个斜线，刚好压在左侧的边线附近。对。他都用身体的正面去，算是假动作去骗好球，救的不错。来看这一波的进攻，还有，再来一个吗？哇，可惜救不回来。好，那现在澳洲呢取得些微的领先，10比9。刚刚也可以看到澳洲在攻击的部分的手腕的运用都有带切啊，确实在防守部分会增加难度。好球，打小脚，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沙排秋楼的部分从这个镜头就看得很清楚。对，身体的面向加手腕的改变。哇，发平球，退防，在界内，可惜，好球，在判断上面稍微出现了 miss， 所以来到了21分，要再换边，进入到技术暂停。目前澳洲小的微幅领先万纳度，不过可以看得出，万纳度确实在第2局做出了很不错的调整。对。只要分数能够咬住我相信会带给头号种子澳洲队更多的压力。因为比较可惜的是，第1局在后半段比数被拉开，所以澳洲会打得比较轻松。那现在如果能够一路僵持甚至到最后的这个局点的部分呢，都能够在比分维持1分或2分左右的一个差距，我相信澳洲就不会那么轻松了。对。现在可能是你一波接球的稳定度，然后防守反攻这个成功率要提升。是。好，江胜发球。慢一点。拉瓦这一球打长。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球其实都在4个角，对。然后有时候没过，因为大家都是处理球都会往4个角去做，对。都是给到这个 corner 的位置啊。好球，倒扣。这个弹网运气没有站在万纳度这一边啊。对。好，脱扣这一球最后落在界外，这个球印很明显啊。好，拉瓦，打轻的，哇，漂亮的救球，可惜，哇，江森发起拼了。拉瓦，这一球偏了。几乎都是想要球边线、底线2个角，所以都差那么一点。哇，那现在是3分差。万纳度一定要想办法利用这一波来得分。退防之后，这次有了，幸运的 lucky ball。弹网之后呢，是留在了对方的场中。
好，阿曲接发。哎呦，好漂亮的防守 ，Toko 好球，再救，来不及，所以万纳度再追1分回来，双方回到1分的差距。都是精彩的防守，真的。哇，刚刚第一波万纳度的防守非常到位，那这一边啊，可惜球没有垫起来。Toko 又守住了，来看他的进攻如何，被压回来。哇，靠着坚强的防守，我们看到澳洲还是维持领先啊，没有让万纳度将比分给追平。对，哦，那刚刚看到的是江神啊，精彩的拦网。哦，因为这个拦网球的反弹呢，哦，稍微打在了眼镜上，哦，擦拭过后的比赛要继续。那现场现在是有一点点小雨啊，但是不太影响场上的状况，反而是风哦，风的部分是影响比较大。对。球。哦，雨势有变大的感觉。啊，发球太轻，可惜了。对，还是没有办法追平啊，万纳度。哇，从这个镜头就看得出来，这个雨势真的变大了，而且澳洲出现了一个幸运球，弹网进，17比14。好，万纳度要想办法利用这一波，哇，直接被压回去。哇，澳洲这几波在攻防两端啊，都给了万纳度极大压力啊。来看这个拦网 ，Johnson 的拦网做得很扎实。哇 ，Johnson， 棒。哎，这球偏了。好 ，Toko 的发球。过网击坠，哇，好球！哇，江神在这一个阶段呢，在攻击跟防守的部分呢，都做得很好。对，好，江神 ，Toko 来了，Toko 的力道很重哦。再来看刚刚，哇，往直线呢、我在后方阿曲啊，想要把球垫起来啊，也没有办法。哦，那现在来到了16比19，哦，万纳度要持续的追分啊，不能让澳洲先出现赛末点。对，发球，好，发球很重要，拉瓦。好球哦，还是越过了拦网手啊！我们再看一遍。哦，打轻哦，打轻巧的一个方式。好，那现在20比16，澳洲的赛末点出现。哦，来不及扑救，好球好球！化解第一个赛末点，17比20。现在雨势的关系啊，所以要赶快再擦拭一下太阳眼镜。好，阿曲这球拦回去，拦网好球。哇，在第二局啊，我们看到拉瓦在拦网部分呢，确实做了很大的调整跟进步。哇，尤其他这个起跳时机，加他跳的真的高。对。
化解2个赛末点。来看澳洲的这一波，哇，最后还是拦不住阿奇的进攻呢，拿下关键的分数。在第2局依旧是由澳洲1队以21-18拿下，最终是以2-0击败了万纳度，也恭喜澳洲1队闯进到了女子组的4强。好，我们看到2局的比数分别是21-15以及21-18。好，不过万纳度确实在第2局做了蛮多的进步跟调整啊，给了澳洲比较大的压力啊。但是澳洲毕竟他们的默契更好，那把握度更高，那减少失误的情况之下呢，还是顺利的赢得了这场比赛。老师怎么看今天澳洲跟万纳度的这一场内容？首先其实万纳度他第1局的接发球就比较节奏比较急，是，那又加上发球失误，那拦网防守没有针对到，然后太多的修正球，其实前面在打的时候都会比较有点难打。那到后面第2局的时候，第1波的节奏有先做好，然后攻击突破点也多，但是因为在发球上其实突破不了，所以其实澳洲的1波是很牢固的，对，然后2个人的搭配下，其实真的，如果你的拦防跟发球没有突破的话，其实很难拿分。确实，不愧是大会的头号种子，而前面几轮的比赛都表现得非常精彩。那接下来要登场的将是日本对上澳洲2队。那虽然他是澳洲2队，也是2号种子啊，但是他们其实在菲律宾站呢是拿下了单站的冠军啊，所以我相信实力是非常非常坚强。对上日本队2位选手是伊藤英以及泽木简哦，这是在待会第2场的比赛，所以请观众持续锁定我们频道，我们待会回来。From Chinese Taipei 来自